Hello， 大家好。我早在几个月前就告诉大家，6月份的房产市场会进入拐点。事实证明，这一判断是正确的。6月份，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迅速降温，呈现出量价齐跌的局面。而大温和卡尔加里现在也已经显示出降温趋势。前段时间，各类媒体大肆渲染的房产市场复苏，犹如昙花一现。下面一起来看看几大城市6月份的市场情况。首先是大多伦多地区房产市场降温超出了季节性趋势，6月份的销量和价格双双下跌，部分原因是央行加息导致借贷成本上升，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房价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，导致负担能力危机全面爆发。6月份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销量为7481套，相比去年同期略有增加。但是要知道，大多伦多地区去年6月份的房屋销量十分惨淡，当时比上一年同期暴跌了 41%。上个月房屋销量与5月份环比下降了 17%， 平均价格较5月份下降了 1.2%， 较2022年2月的峰值下跌了 11.4%， 至1182120加元。独立屋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了 1.6%。联排别墅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了 2.4%， 公寓的平均价格环比下跌了 1.2%。房产经纪协会表示，尽管借贷成本较高，但是对于自有住房的需求仍比去年强劲，库存持续不足，可能会让一些愿意购买的买家找不到满足自己需求的房屋。6月份的挂牌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3%。必须指出，房产经纪协会的挂牌房源数量实际上是有很大水分的，他们统计的房源数量往往低于实际水平，因为现实中存在房源频繁上线下线、轮流站岗、人为制造房源短缺局面的情况。因为几个月前房产经纪协会的网站增加了房源在线的天数，所以一旦一套房子挂牌时间比较长还没卖出去，这个天数显得就会比较多。在这种时候，房产经纪往往会把它下线一段时间，再当作新房源重新上线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房源存在轮流站岗的情况。实际上，随着央行加息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正在退出房产市场。目前根本不存在房源短缺的问题，不但不存在房源短缺问题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一定会看到供应冲击。多伦多新当选的华裔市长周志慧将于7月12号正式宣誓就职。他之前承诺将解决多伦多住房负担不起的问题，承诺增加房产税、豪宅税，以及把房屋空置税提高2倍，达到 3%。这些政策一旦推出，都将影响未来的房产市场。租金上涨上限为 2.5%， 远低于 5.9% 的平均通胀率。这可能会给靠租金维持现状的房主带来很大的打击。6月份，蒙特利尔的住宅销量为3627套，与去年同比下降了 10%， 环比也下降了 18%。房产经纪协会说，必须回到2015年才能看到如此差的6月份。6月份的挂牌房源减少了 19%， 但活跃挂牌量增加了 32%， 达到15806套。同理，这也说明根本不存在房源短缺的情况，所有房地产类别的销售都在明显放缓。Plex 6月份售出了338套，销量同比下降了 16%。公寓销售量为1389套，同比下降了 11%。单户住宅的销量为1899套，同比下降了 8%。6月份 Plex 的中位价格达到了726500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6%。公寓的中位价格为39万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5%。单户住宅中位数价格为55万加元，同比下跌了 4%。过去5年，蒙特利尔的人口增长速度是 4.4% 左右，人口增长相对比较缓慢。这可能是因为魁北克推出了更苛刻的移民条件，以及强化法语地位的96号法案。魁北克政府强推的96号法案可能会导致不会说法语的人生活便利程度会受到影响，但是反过来看，如果没有这些，那么跨省移民疯狂涌入的可能就不是卡尔加里，而是蒙特利尔了。这样蒙特利尔的房价也会变得更加难以负担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
魁北克政府为蒙特利尔的宜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在我看来，蒙特利尔可能是加拿大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，因为这里有1线的硬件设施、2线的生活条件、3线的房价水平、4线的生活节奏以及18线的生存压力。大温哥华地区上个月房屋销量为2988套，同比增长了 21.1%。同比出现增长是因为2022年6月是一个销量极差的月份，当月销量为2444套，比上一年同期减少了 35%。所以即便今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21.1%， 也是销量很差的一个月份。而且6月份的销量与5月份环比下降了 12.5%， 这比10年平均水平还要低 8.6%。上个月的综合基准价格超过了120万加元，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2.4%， 但环比上涨了 1.3%。上个月新上市房屋数量达到了5348套，略低于去年同期水平。目前在大温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9990套，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 7.9%， 比10年平均水平低了 17.4%。独立屋的销量为848套，比去年增长了 28.3%， 基准价格为199万1300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3.2%， 环比上涨了 1.9%。公寓的销量为1573套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8.6%， 基准价格为76万7000加元，同比增长了 0.5%， 环比增长了 0.8%。联排别墅的销量为547套，同比增长了 17.6%， 基准价格为109万8900加元，同比下降了 1%， 环比增长了 1.5%。本周大温地区房产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那就是他们准备推出打击虚假竞标的政策。3家房产经纪协会，分别是大温哥华地区房产经纪协会、菲沙河谷房产经纪协会以及奇里瓦克房产经纪协会，他们要求从本月17日开始，挂牌房产经纪人在有多个要约的情况下，提出任何要约都将被要求填写一份多要约披露表格。表格要求列出收到的所有竞价报价、报价日期以及经纪公司的名称。对所有报价做出决定后的1天之内，挂牌房产经纪人和卖方都需要签署这个表格，然后挂牌房产经纪把表格发给所有的买家及代理人。如果这一举措能够不折不扣地实施下去，恐怕未来就很难看到虚假竞标了。卡尔加里6月份的房屋销量为3146套，高于疫情前的水平。由于公寓销量激增，6月份的销量同比增长了近 11%， 仅公寓销售量就达到了857套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48%。独立屋销量增长了 3%， 半独立屋销量增长了 8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新上市房屋库存显著增加，但尽管如此，6月份的库存仍比去年下降了 36% 以上，是近20年来最低的水平。6月份住宅基准价格为56万4700加元，环比上涨了 1%， 同比上涨了 4%。尽管卡尔加里的房价已经上涨了很多，但是与其他3大城市相比仍然比较便宜，这也是卡尔加里房产市场迟迟看不到显著降温的主要原因。但是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其实已经在降温之中，比如今年迄今为止，卡尔加里上半年的房屋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3%。随着央行进一步加息，相信卡尔加里的房产市场也会加速降温。最近由于债券收益率飙升，固定抵押贷款利率一直在上升。目前所有大银行公布的2至4年期利率都在 6% 以上，几乎所有的1年期固定利率都在 7% 以上。由于央行加息，大部分浮动利率都已经达到触发利率。现在摊销期限延长或者是负摊销的情况非常普遍，极端的情况，有的摊销期限甚至长达90年。假设利率为 5.8%， 抵押贷款总额为50万加元。如果把摊销期限从25年延长至90年，总付款额将会比原来增长 177%， 达到262万4469加元。利息总额也会增加 374%， 达到212万4469加元。摊销期限从25年延长到90年，月供也只是减少了 23%， 也就是从3160加元减少到2429加元。
加息同样使商业房地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。世邦魏理仕的一份报告显示，第二季度加拿大写字楼空置率攀升至 18.1%， 是1994年来的最高水平。世邦魏理仕在新闻稿中表示，加拿大写字楼正在应付一场由经济衰退威胁、加息、科技行业疲软、住户规模调整和新办公空间供应增加组成的完美风暴。第二季度，温哥华市中心的办公室空置率为 11.5%， 多伦多的空置率为 15.8%， 蒙特利尔的空置率为 17%， 卡尔加里的空置率为 31.5%。美国的商业房地产情况也和加拿大类似，办公室空置率也在飙升之中。凯投宏观表示，由于利率上升和远程工作趋势降低了对办公空间的需求，美国的商业房地产价值要到2040年才能恢复，甚至可能要等到2040年代中期。现在全球主要的央行都在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，他们都希望在这场较量中占据上风。路透社的数据显示，监管10种最频繁货币的9家央行中，有7家在6月份都加息了。今天的数据显示，加拿大6月份的就业增长是分析师预期的3倍。现在人们普遍认为，加拿大央行会在下周3再次加息25个基点。本周，加拿大金融消费局发布的指导方针表示，金融机构需要帮助面临抵押贷款付款困难的消费者提供支持。报告称，随着加息，借款人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，拥有贷款的房主面临经济困难的风险越来越大。监管机构希望金融机构提供适当的救助措施，但是目前来看，除了延长摊销期限，几乎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。在疫情期间，加拿大政府一手创造了当前的恶性通胀，加拿大央行又制造了完美的低利率陷阱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，推动加拿大房价完全脱离了经济基本面，吹起了史无前例的房产泡沫。现在问题积累的越来越多，解决问题的办法却越来越少。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就一定会爆发。一旦开始爆发，必然会迎来一个漫长的去泡沫周期。所以千万不要指望市场很快见底，谁都不知道这个底有多深。我们目前唯一知道的是，最近几波抄底的人都损失惨重。所以千万不要盲目抄底，不要担心该抄底的时候有充足现金的人太多，导致人们出现踩踏局面。这种局面应该不会出现，因为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这种耐心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